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竟会惹得撒贝宁如此愤怒？中国人的技术水平是不行的，非要向其他的国家做借鉴、山寨，对 ，copy 是吧？海归留学生公然诋毁国产直升机，声称其抄袭外国技术。一向好脾气的撒贝宁听闻此言，顿时愤然起身，义正言辞地当场回怼了对方。在央视某档综艺节目中，我国武装直升机总设计师吴锡民作为特邀嘉宾上台发表了精彩演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如今全球顶尖的直十直升机正是出自他手。直十具有世界最先进水准的武装直升机了，就是它。是吧？国际上是这么说。吴锡民正详细介绍着我国自主研发的直升机，可海归青年以为自己喝了几年洋墨水，便开始质疑国产直升机存在抄袭之嫌。曾经有很多人说过，中国的这个直升机有可能像是意大利的猫鼬，或者说南非的茶隼以及欧制公司的那个虎式直升机，并它的座舱布局以及外形都特别的相似。吴锡民听到此话，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。然而面对小伙这种崇洋媚外的行为，他仍旧保持耐心，给出了详细的解释。看到我国引以为傲的直升机竟遭到本国青年如此质疑，吴教授感到十分痛心。确实项目初期曾邀请欧洲专家协助，但没想到他们一来就造成了一场重大事故。这个摔下来了，摔的在稻田里，当时我赶过去的，到了现场一屁股坐到飞机旁边的稻田里，哆哆嗦嗦的去到处找烟抽。当时出事故的时候是在2000米左右的高度，飞行员反应非常准确，一感觉不对，马上就采取紧急迫降，直接就停到稻田里面去了。幸亏飞行员的技术精湛，反应迅速，才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。然后下来一看数据，哇，那个动作做得漂亮极了。飞行员每一个操作，只要稍微错一点，这就不是停到地面，而是空中就解体了。在经历了这次重大事故后，咱们国家果断宣布与国外团队终止合作，决心自主研发，彻底摆脱对外部的依赖。然而在研发过程中却遭到了国外的打压。更令人气愤的是，就在我们即将取得成功的关键时刻，曾经的国外合作团队竟突然使坏。整个知识研制过程中，我们曾经在动力装置验的是国外的这个发动机，然后同步在研国内的发动机，这样为了加快整个型号的研制。当我们快成功的时候，国际上就把这个发动机给卡了。实际上他早就知道我们在用这个发动机，他故意不说，他也希望我们干的型号很顺利，然后也希望我们一顺利，我们国家自己的东西你就别干了。当你干到差不多真的要用的时候，他又不给你了。这种小伎俩实在是可笑至极。国家发展的步伐岂能被一个小小的发动机所阻挡？面对困境，专家们齐心协力，攻克难关，很快就成功研制出了世界顶尖的武装直升机。后来我们中央说，那不行，你干不了，我们自己干吧。我们就把它全改了，改了之后，后续就飞得非常好，说明我们这个产品还是国际最先进水平，我们做到。我们中国人自己现在也能设计这种产品。设计师的一番话，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，狠狠地打在了海归小伙的脸上，对着对方哑口无言。1万多个零件，200多项试验，500多个材料，150多家单位，几万人，连续干10几年。所以呢，最后真正的直十的话，无论是构型，还是它的部件，还是零组，还是它的武器 ，totally 从开始的方案设计到最后，所有的产品100%国产化。这个是我直十我是最自豪的一件事情。直升机的成功研发离不开每一位专家的不懈努力，然而海归小伙却被洗脑，盲目的认为只有国外的技术才是最好的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直升机的设计灵感其实来源于我国古代的竹蜻蜓。直升机最关键的就是刚刚说的很准的旋翼，它的这个技术特征在1600年前就由咱们中国的老祖宗发明出来了。那个竹蜻蜓，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中国人发明的，离现代航空产品原理上、机理上靠得最近的只有这个竹蜻蜓。这也难怪撒贝宁会如此气愤，随后当场就对海归小伙进行了批评教育。如果再有人以后说咱们的直升机是找爹现象，你就告诉他们，都到中国来认祖归宗。撒贝宁作为央视的主持人，凭借其才华、颜值和情商，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。他不仅犀利睿智，且拥有高情商的反应能力，在主持和采访过程中，总能展现出独特的个人魅力，使得节目更加生动有趣。诸君对此你们觉得呢？